新加坡刚公布今年的总统奖学金得主，20岁的 Charlene 和19岁的 Samuel 从总统尚达曼手里接过了这份最高荣誉。Charlene 是第一位获得总统奖学金的新加坡警察部队女性得主，来自华侨中学。Samuel 同时拿下总统奖学金和武装部队奖学金。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选人标准。如果你还以为在新加坡，孩子只要成绩够高，就能拿到最顶级的机会，那你可能已经慢了半步。尚达曼在颁奖典礼上已经说了，奖学金不是奖励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它体现的是信任，相信你将成为谦逊与卓越的典范，并与他人携手改善全体新加坡人的生活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新加坡最高级别的奖学金到底在选什么样的人。很多新加坡家长会被这条新闻击中，是因为总统奖学金就像一面镜子，把整个教育竞争的方向照得很清楚。新加坡地方不大，资源高度集中，好的学校、好的大学路径、好的岗位、好的上升通道，几乎都在一套非常精密的筛选系统里。也正因为机会珍贵，所以每一次顶级奖学金释放出的信号，家长都会认真解读。总统奖学金尤其如此，它由公共服务委员会，也就是 PSC 主导，本质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奖学金，而是国家在替未来的公共体系选人。他看重的不只是你现在会不会读书，而是你以后能不能进入更高压、更复杂、更需要判断力的位置。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点，这类奖学金通常带有4到6年的服务契约，也就是说，国家不是单纯出钱支持一个优秀学生，而是在提前下注，我愿意先把最好的资源给你，因为我预期你未来会回到系统里，替社会承担更难的工作。所以这条新闻真正让家长坐不住的地方，不是奖学金有多风光，而是国家正在公开重写值得被投资的人这件事。接下来要看的就不是孩子有没有做过几次义工，而是国家到底在筛什么样的人。先把一个误区说清楚，成绩不是唯一标准，不等于成绩不重要。恰恰相反，像总统奖学金这种层级的竞争，学术能力通常已经默认很强，真正决定谁能继续往前走的，是在一群高分学生里，谁更像一个未来能处理复杂现实的人。PSC 这些年的公开表述很一致，除了学业表现，他们会看领导潜力、品格、服务精神、沟通能力、韧性，还有对社会的理解。这个变化不是在降低门槛，而是在提高门槛。因为会考试，说明你能在清晰规则里表现优秀，但公共服务真正面对的往往不是标准答案，而是利益冲突、资源有限、舆论压力，还有不同阶层彼此并不相同的真实处境。国家要挑的不是最会做题的人，而是将来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还能做出稳健判断的人。所以顶级选拔看重的从来不是活动数量，而是你在活动里有没有持续投入。你做这件事是为了头衔和履历，还是因为你真的看见了问题？你在团队里是只想被看见，还是能把事情做成？像罗德奖学金这类全球顶级项目，长期都不只看学术，也看品格、领导力和服务精神。新加坡只是把这件事说得更直接，未来最稀缺的不是高分本身，而是高能力加高责任感的组合。如果说上一层讲的是怎么选，这一层讲的就是为什么这样选。总统奖学金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，是很多人把它看成个人荣耀，可在制度设计里，它更像一份契约。国家把最贵的培养资源先给你，你未来就要把能力带回公共系统。对家庭来说，看到的是学费、名校、光环；对国家来说，看到的是人才回流、治理能力和社会稳定。新加坡投资精英不是为了制造一批履历漂亮的人，而是为了确保有一部分人愿意进入公共服务，去处理住房、交通、老龄化这些真正影响多数人的问题。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判断，做政策的人如果只活在成绩单、名校和精英圈层里，他可能很聪明，但不一定可靠。没有对生活现实的理解，能力越强，反而越可能离公众越远。这也是为什么尚达曼总统反复强调同理心和服务精神。一个未来可能掌握预算、规则和资源分配的人，
必须理解不同阶层的生活。当然，这套制度也一直面对质疑，比如精英选拔会不会慢慢变成精英复制，会不会看起来开放，但实际上只有利于资源更充足、表达更成熟的家庭。这个质疑非常重要。正因为如此，制度才更需要把服务精神、社会接触和公共责任放到台前。讲到这里，也有话要对家长们说：先不要急着把孩子送去刷社会责任感，因为一旦动机错了，孩子很快学会的不是成长，而是表演。真正有用的做法，第一是让孩子接触真实的人和真实的问题，不要让他的世界只剩学校和考试。社区中心、特殊需要群体、环保项目都可以，重点不是参加一次，而是持续接触。一个孩子只有真的看过别人的生活，才有机会长出判断。第二是训练他把经历说清楚。家长可以在家里建立一个习惯：今天你看见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让你改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你做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？这样的复盘会把经历变成思考，把思考变成成熟度。第三是让孩子承担长期责任。相比参加10次彼此无关的活动，一个持续1年、2年的投入，反而更能说明一个人的稳定性和责任感。时间会筛掉表演，也会留下真实。第四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，家长要先改自己的语言。如果家里每天谈的都是排名、薪水，以后能进哪个行业，孩子自然会把世界理解成一场个人竞赛。你当然可以希望他优秀，但也要让他知道，优秀不是只为自己争一张更好的入场券。你可以和他讨论公共新闻，讨论为什么有人住私宅，有人住祖屋，为什么同一个政策决定会让不同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普通家庭未必有最强资源，但完全可以培养出一种很珍贵的东西：真实、稳定、愿意对世界负责的孩子。所以这条新闻最值得家长记住的，不是某个孩子有多优秀，而是一个国家公开告诉你，他最珍惜的不只是聪明，而是可信；不只是成绩，而是责任；不只是个人成功，而是能不能把能力带回社会。新加坡教育最令人惊叹的地方，也许不在于他多会筛选高分，而在于他很清楚，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承担公共后果的人。如果我们今天还只用分数来理解孩子的前途，明天很可能会错过真正重要的能力。别只培养赢家，要培养承担者。因为精英不是一种身份，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长期承诺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也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接下来我会继续用新加坡和全球顶级教育案例，陪你把教育这件事看得更深一点。